现在针对中国最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习近平的权力会不会被分散出去？我们看到解放军已经一而再再而三，而且透过中部军区要求什么？要求你要集体领导，要求你要党内民主。可是面对解放军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你要把权力给释出，习近平有让吗？习近平居然到现在并没有退让。我们之前讲，昨天在这个所谓的《求是》杂志里面提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也就是集中统一领导，现在还是习近平非常坚持的原则。而且今天在所谓的纪念乔石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里面，他也特别提到说，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也就是对解放军并不退让。那大家都非常好奇说，为什么解放军跟习近平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今天这个反习的风暴是由解放军开第一枪？我们看CNN居然做了一个报道，先锋学报道说，原来在苗华下台之后，习近平对军方是完全不能信任，所以其实习近平不但是他要处理苗华，他还要往下再查询，而这样再往下查询，他现在也动到了张瑞祥，他不但动到张瑞祥，我们看到之前不是留言上书吗？留言上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现在很多军官都是配枪不离身，而且上膛。如果中纪委跟军纪委才早去谈话，随时要跟调查人员同归于尽。那你讲说，这是一个上书吗？这可能是谣言，没有。现在传出来的具体消息是，真的在中共的军方，而且在中国高层里面，真的已经发生说他进行调查，而且有很多的大校真的就是用自己的配枪跟这个所谓的军纪委同归于尽。如果你想看，今天你要查军方已经查到了动摇根本，而且已经查到了军方已经彻底的反弹。现在如果真的以张又侠为主，要来挑战习近平的一个权威，那大家最好奇是，那这个局面到底要如何收拾？到底是习近平退让，真的回到以前的集体领导，还是中国内部会有一场腥风血雨的开始呢？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在这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哲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总长，大家好。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文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媒体人王一德，大家好。好，第5位是资深媒体人林玉峰，大家好。走，现在中国最值得观察的趋势就是，解放军跟习近平这个斗争到底如何结束？到底是习近平退让，还是解放军退让，还是最后会腥风血雨？现在连 CNN 都有专题报道，CNN 专题报道里面有个重要关键在哪里？关键是这一次开第一枪的、开第一炮的是什么？是开第一炮的是中部战区。对，你跟我讲，我才知道说，搞了半天。中部专区管什么的？是管北京的，对，是管这个河北的这个省会的。如果这个是经济要地，是由这个中部战区管，那你想看，等于是解放军，也就是习近平最重要的安全保证，中部解放军、中部战区的司令、中部战区人讲，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对，是由他的禁卫军直接挑战他。而且目前为止，国际媒体都注意到了，解放军跟习近平两个在互相斗争的一个状况。你要说讲真讲假，抱歉，那这是 CNN 的报道 ，Why Xi is turning against his own loyalists， 就是为什么他要对他最忠诚的人开枪呢？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清洗苗华的过程里面来说啊，抱歉，出现了2个效应。第一个效应是，你连苗华都清洗。苗华是从这个福建带上来的38军一路拔擢了。对，你在军中有这么庞大的势力，结果你因为说，他在军中太庞大势力，你担心他会这个反噬你的时候，把他拔掉。你连你最忠诚的人都这样拔掉的时候，然后你用的是什么贪污腐败？他贪污腐败金额也不高，就把他抓下来。而且抓下来之后呢，其他的解放军的干部会很害怕。你连苗华都动了，你连你的苗华都动的时候，我张又侠你为什么不能动？以前你可以讲说，如果我对你忠诚，对，我就保我安康。对，那如果要比忠诚，对，有谁比苗华更忠诚？CNN 里面有特别报道，你只要看到苗华，你就想到了习近平的力量，没错，因为他是整个军中里面对习近平最忠诚的，没错。如果连苗华你都动了，对，那忠诚就不重要了。对，那等于说你想杀就杀，你想剐就剐，对，搞得人人自危。而且这一把刀不是到了苗华，这把刀也到了张又侠的脖子上了。所以啊，其他解放军会害怕，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留言会说人人自危？因为大家都很害怕，大家是下一个这个苗华的时候，那怎么办？解放军，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什么中部战区啦、南部战区啦，然后都不讲习近平，然后要集体领导，然后包括说像解放军报啦，然后包括说国防部啦，还有军报，说大家都全部在集体领导。为什么？因为大家怕你习近平权力太大的时候，你会把这个刀砍向我啊。所以习近平这样一坐下来，反而让解放军非常害怕。对，而且还有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因为他把苗华拔掉之后。
苗华他在军中有非常庞大势力，到处都有他的人。对，就你把他拔掉之后，龟瓜都拔起来。过去最忠诚于你习近平的势力，全部被你拔走了之后，解放军实力空虚啊。现在最大是谁？张幼霞。所以为什么张幼霞敢跟你拍板？所以你居然拔掉你自己最清晰的根底，你自毁长城之后呢，这个张幼霞就有底气来跟你叫板嘛。所以为什么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解放军赶出来，一个是他们害怕，另外一个是你不要拔掉苗华之后，很多势力都被张幼霞渗透去，张幼霞的实力更加强大之后，他当然敢跟你叫板的一个状况。而且你特别提到这一次开第一枪的。放第一炮的，对，是谁？是中部军区。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中部军区当时就莫名其妙说：“大家都在开会，大家开会里面，你居然把这个板子给弄出来，板子弄出来就是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然后就看到了《解放军报》一而再、再而三，现在已经连着4篇，连着4篇就要求一样，都是围着集体领导。那为什么今天中部战区出来非常有代表性？刚刚世忠已经帮我们讲了，导播我们看中部战区就在这个位置。经济要地，北京还有河北石家庄的最重关键的位置，对，丰台大营就是这里耶。对，没错。为什么对习近平来说，最近他压力非常大？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地方，中部战区。你看中部战区，我先跟大家讲中部战区。中部战区，你看它的位置，北京在这个地方，石家庄是河北的省份，它这里面管的是经济要地，等于军事。如果当年呢，不是这个胡锦涛面临到这个周永康政变的时候，他是调这边的军队进来保护京都，他保护这个北京啊，所以这个对北京来说安全非常重要，所以中部战区一定是习近平要牢牢掌握的。可是你看，最近这个是第一个反的集中领导民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是哪里？这是中部战区所以中部战区里面主管有这样的状况，你说习近平看到这个画面就吓一跳，这保护我经济要地，你居然在这个集体领导，你要搞什么？而且这个会议什么？这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里面的精神理论论训。我在搞这个所谓的政治作战，对，这个作战我是做思想教育，对，而我的思想教育不是习尊，对，我的思想教育是集体领导。他根本在这个会议里面没有讲到习近平的名字，然后就用这样子这个看板让你知道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所以就很害怕，大家很害怕。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中部战区很重要？你看中部战区在这几年，你看怎么换？这已经3年之内从韩卫国换到尹晓光换到林相就是被调到中部战区，然后这个疑似是自杀这个，然后换成吴亚楠，然后换成黄敏，现在变成王强，他一直换，为什么习近平要一直换？因为过去都是他的人，但是换到这个吴亚楠之后，不是他的人他开始换到自己没人了，因为他们最新的苗华的部队被拔掉，没有人他现在变成是都不是他的人所以让他非常紧张。然后中部战区对他不爽已经由来已久，为什么？因为这个5月20号的时候，中国不是当时有这个所谓的环台军演吗？环台军演的时候，中国那时候这个中部战区东部战区都很不开心，说你怎么搞这个东西？所以当时他们就有说什么？这个河北下暴雨的部队里有一句话：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你说什么？对，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就军队里面有人对于你一直在那边搞这样子的事情不满这种文章这种言论。竟然在解放军流传，对，所以你看5月6月就已经开始有不稳定的这个军心了，然后你看后来11、12月又搞这个所谓集体领导、民主集中的这个状况，然后换到这个王强这上任，不是习近平的人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最近呢会有一点点比较紧张？就是他目前为止周边的部队，王强是控制的这个所谓中部战区，不是他的人，然后这个南部战区很多战区都开始发号说要反习近平这样状况，所以当然习近平目前为止可能跟解放军在热烈的这个斗争之中。好，那之前不是讲有留园上书吗？留园上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军官都是配枪日夜不离身，而且这个配枪是完全上了膛的。如果我被中纪委跟军纪委找去谈话，我就干嘛？我就准备跟你鱼死网破，同归于尽。那本来想说你讲真的还是假的，就现在传出来消息是，真的在今年的8月跟今年的9月发生了很多事情，就是在军中里面的上校阶级那很大的大校阶级没错，竟然被军纪委找去了以后，就真的直接开枪了。对，没错，我们就讲刘远当初上书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说假设这个上书是真的。你看他说什么？这个军心动荡，关心动荡，军心不稳。他是关心动荡，军心不稳的原因，就是习近平持续多年的大清洗、大整肃，证明是失败，所以大家都很紧张。那刘远说，很多军官都是日夜配枪，日夜不离身，而且上了膛了。然后，而且现在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反抗浪，就是对军纪委的调查人员开枪。他讲这件事，那讲真的还是假的？这目前为止有2个消息传出来，已经传出来了。一个在今年的8月，在中部战区，一个刘姓的上校管后勤的。
那结果没想到中纪委就来了，调查之后，结果没想到他用这个中纪委，他用这个他自己的配枪，棒，把2个调查人员这个干掉了。干掉之后，然后自己吞弹，就这个死亡了。所以你就说，你看，这已经发生在中部战区，而且是上校，又是中部战区，是上校，他关系还不小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在这个南部战区，他也是管军备的这个海军的这个大将。大将就没想到也是军纪委要找他的时候，就找他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枪杀了4个调查人员之后，然后他被旁边的警卫打死。所以呢，现在内部你看，内部军心，这都是高阶的这个校级的这个军官呢，一个在中部战区，一个在南部战区，所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中部战区跟南部战区在最近期要密集的发布所谓的集体领导，因为他们很害怕这个刀随时会砍向我啊。所以这是关心动荡，军心不稳。当然好，我们就讲嘛，事实上这是南部军区最近的一个状况。南部军区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他们开始就是已经有这个吴亚楠来担任这个他们的相关的这个解放军的任务。吴亚楠是谁？就是张幼霞的人。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这是什么？这是74军还有北京戍卫区的这个新闻里面，这个解放军里面的这个报纸。照理说，北京戍卫区这个跟习近平应该很重要嘛，就没想到他这个文章里面，解放军报里面，照理说，照理说，在头版里面来说，一定会出现习近平的名字，对，就没想到在这里还有2篇文章里面来说，完全都没有习近平的名字。而且我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我吓一跳。我为什么吓一跳？等会我们看，它最重要的标题是什么？反思式总结明确新年度工作发表。对，我一下子没看到反思式，我还看成反习式。对。那个音很像对，所以你就知道你到底是反思还是反习？好，无论如何来说，你就知道说这个至少没有出现习近平的名字，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这个状况。你看旁边就有出现习近平，但是解放军的这个头版里面都没有出现习近平，跟解放军相关的新闻都没有出现习近平，显示什么？显示习近平对解放军的控制力道在减少嘛。另外一个我就讲嘛，这是这个之前的这个文章南部战区，对，南部战区，你看。他在这个今年在7月的时候，他写什么？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你话讲，有习主席领导掌舵，然后这个所谓行动就会跟得上。当初还有习主席这是7月哦。好，就到最近一段时间，你看着眼特殊使命这个培硕忠诚品格的时候，在这里面来说的话，他只有一个叫认真学习习主席的讲话，后来都没有讲任何话了，就这样子，他就只有讲到，他没有说要在他的领导，他说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话。那目前为止来说，显示越来越对他的所谓的讲法是越来越少的一个状况，而且他们表态说，现在军方效忠的对象已经变成党而不是主席了。对，他们现在从这个党不是你这个人。好，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目前为止，从中部战区、南部战区很多地方的这个将领的反应，还有从张幼霞目前的态度来说，你就知道说，习近平目前为止正面临到解放军的挑战。所以吴导，现在解放军跟习近平两边的夺权战争还没有停歇吗？现在习近平还是坚持党要集中领导吗？那现在刚刚讲到，现在已经不是中部战区了，现在连南部战区把习近平的名字都已经拿掉了。首先，第一个发动的第一枪就是中部战区的某集团军，对啊，83集团军开会，然后第一篇文章出来了，就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对不对？这篇文章先在这，他带头，他是83军带头，对不对？然后最后变成中部战区带头嘛，对，然后中部战区带头之后，然后还有谁跟进？我问过这个问题啊，那最后谁跟进？当然就变成其他的北部战区、其他南部、东部战区会跟进嘛。对，他希望各战区跟进他嘛，他带头是这个意思啊。是，他先干嘛，对不对？然后再来带头发扬党。你说带头的意思是后面有人跟着？他整个军中全部解放军跟嘛，他跟上去，所以他有能力，这种文章能够登上《解放军报》，这是第一个指标，你看到。然后第二个指标。在带头发扬党内民主的时候，登在哪里了？在国防部。对，国防部网站登啊，对不对？中国国防部什么网站怎么可能让你登这种文章呢？对，搞到国防部都已经国防部的网站都能登上去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后面的这个宣传系统已经被人家掌握了嘛。这个谁掌握？当张幼霞掌握嘛。对，张幼霞光掌握这个够不够？
不够吗？不够嘛，还不够，他要测试，他这个要不断的把它发扬光大嘛，所以他就秀了一个肌肉给大家看。还有秀肌肉，哎对，然后我今天听到一个美国的一个 YouTuber 讲的非常有道理啦，他把这个事情他连贯到哪里？连贯到我们台湾最近的海空军的演习嘛。我们把这海空军演习这个图拿给大家看一下。90艘的军舰包围了整个台湾的东部，而且是步步紧逼。你说那是张幼霞搞的？对。然后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很简单，是谁告诉你说90艘海军跟海警包围台湾的？我们国防部讲，我们国防部讲的嘛。然后美国人怎么讲？美国人说这件事情跟赖清德访美无关。对。为什么美国要做这个澄清？为什么？美国有情报嘛？他驳斥反对我们国防部的说法。哎，你有没有看过美军？这一定是美军直接叫美国的发言系统对反对国防，就美国之音在哪里反对国防部说法？而且讲的这个问题不严重。对，不严重，而且反对我们台湾国防部说法。对，台湾国防部还派了5艘军舰跟他的对峙的1对1对峙哦。所以表示说，他只有5艘军舰兵接近台湾的领海嘛，对不对？我有构成威胁才有1对1嘛。那中国要干嘛呢？其他的85艘在干什么？在干嘛？他在干什么？他在把海空军做一个调动跟操演嘛。那我问你很简单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如果是演习，如果是很大的这针对赖清德的访美的反应的话。央视要不要报道？要报道。有没有报道？没有报道。那这个叫什么利剑？什么不是那些统派是选讲利剑 A、利剑2024、利剑 B， 我都不知道它什么名称？没有名称，没有报道。然后呢，有没有特别的战略目标？没有战略目标，没有东西，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就跟讲简单点，揪妈手就是游行嘛。他干什么？操演。他就整个大面积的调动部队。我觉得这一次的90艘军舰里面有东部战区、有北部战区、南部战区，就是说不是中部战区哦，有其他的战区的舰艇也被调动进来动了，表示我张幼霞动得了这些其他的这各个动得了部队，我能够调动各种不同的战区的兵力啊，而且更重要的海空军，因为张幼霞是陆军啊。对不对？他海空军的力量，他可以调动给你看，所以这个调动也就是某一定程度的表忠嘛，对，实力的彰显嘛。所以他借着用台湾的借着这个名义，他搞了这一拖。当然我们看起来是说这个没有什么，看来是美国说对我们没有威胁，谁多给啊？有的时候很难讲。因为他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出口转内销嘛。他这个出口转内销那么低调的进行，目的只是他测试他自己的指挥能力。但是动得了。但是如果说真的必要有小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的话，是不是存在的？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国防部紧张是对的啊，对不对？但是国防部紧张也夸大其词，所以我们从这个事件来看，所以我刚刚讲到。不是光是写文章而已，他确实有动手的可能性。而且你说邓小平当时，就是说他等于说慢慢的付出了以后要掌握军权，他跟张幼霞一样，也是透过调动部队打了一个局部战争来展现他的军方实力的。这就回到当年的邓小平的惩越战争嘛。邓小平复出的时候，访美的职务是什么？你记不记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邓小平访美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是党主席，是这个国家总书记耶，怎么会有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跑到美国去访问，被人接受国宾一样招待啊，然后跑回来，然后在美国记者问他说你要不要打越南啊？然后你要怎么打他？他回答你记不记得？他怎么？我不会拿扫把打他啊，他就跟他讲，所以回来打了没有？打了，回来就马上打，而且调动各军区去打。对，他就给你看，我能够有调动军队的力量。这个时候，华国锋下台，他就确实下台了。但邓小平确实掌权了，因为军方已经他完全可以掌握到，所以能够掌握军方的实际的指挥跟调动的能力，才是真正的领导人物。好，对，施总，但你现在看到了解放军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斗争，这个斗争，解放军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张幼霞当然现在是军方的头，可是张幼霞一个人能够掌握吗？那解放军自己会斗起来吗？你说没有。
是整个中国有我们无法想象、盘根错节的神秘力量，而这个神秘力量就是他们讲的红色血统、红色江山。你要记得，习近平刚刚上任的时候，他去看了毛泽东的故居，他去看了很多象征整个红军思想的东西。当里面讲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重点在这，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结果呢？习近平这几年干嘛？去斗红二代。你说这是关键？咱们再看这篇文章是关键。你斗到了红二代，斗到了红色江山，你斗到了红色基因。红色基因反弹了，而且事实上，在中国内部来说的话，当然这个党的实力，或者说像这个军的实力都很强大，但是事实上有一股力量是在这个之外的，那就是所谓的中国的红二代。中国红二代来说的话，是由谁开始？宝杰知道？由陈云。陈云当年呢，因为他们从这个文革过来之后，知道说，如果再出了个文革的话，我们搞不好我们都会死掉，都会挂掉。所以他就说，我们未来要集体领导。那集体领导啊，要确保我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协议能够留下去。所以他就跟邓小平建议说，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所有的红二代的家属呢，安插到政府的所有的重大部门。中大部门里面都有红二代，难怪你知道中国现在觉得最神秘的力量、最神秘的一个人叫做陈云。陈云我小时候我从来没听过，对，他居然是8大佬之首。他不但是8大佬之首，他被称为是红色掌柜，而且他是中国最神秘的大佬。他在当这个中共，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常委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毛泽东还是 nobody。对，我们来讲陈云他讲了几句话，这是他的讲的话。你看他讲的这个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相见。然后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以后会被挖祖坟。所以他讲了这2个点，然后所以说这个人就是陈云。对，所以后来呢，因为长了一个鹰钩鼻鹰眼。我们先跟他讲，陈云是谁？陈云是邓小平时代的2号人物，就是第1号人物是邓小平之外，第2号人物就是陈云。所以陈云其实势力相当庞大，他就跟邓小平说，我们要安插我们的人，不然我们会被挖祖坟啊。所以他们就开始红二代，你要从政的从政，你要从军的从军，你要从商的从商，各家族都有。所以我们之前讲过非常多红二代，那个李鹏在什么电力家族啊，江泽民在什么家族，他们都有一个家族，所以他们是盘根错节的。对，像王震在这个所谓军方系统，然后这个陈毅的这个陈小鲁在这个银行体系，陈元就是他的儿子，也是在银行体系，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集团，然后后来他们从商的每一个都是百亿起跳。从军呢，里面当然也是非常多油水，所以他们才是中国实力最强大的这批人啊。那这批人来说的话，为什么我就问为什么目前为止习近平会被挑战？因为他动到了一个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啊，否则后代不好相见。你不要这样子做嘛。所以他最近有一个人出来，薄瓜瓜出来啦。薄瓜瓜就是一个你对我爸不要开杀戒，不要做得太绝。还有另外一个，前一阵不是说吗？刘亚洲是谁？李先念是谁？李先念是这个邓小平时代第3号人物，他的这个女婿也被你无期徒刑啊！你做了有点绝了。所以我跟你讲，现在这些为什么陈云最近会被拿出来？因为他讲了很多事情，这其实叫故意来这个讲给习近平听的嘛。所以你刚才讲，现在什么邓朴方这些人都出来了吗？对，最近有一个文章，这个文章是什么？就是说习近平他在这个12月的这个中国中央政治局里面来说，他有开会他讲了很多话。这个会议，而且这个会议里面是没有文字记录的，他们用口头，这个讲话是用口头哦，口头方面这个向下传达哦，没有记录哦，因为会被美国知道我们要怎么做哦，所以这个记录是这样，就没有听说邓朴方知道，邓朴方就是邓小平的后代嘛，知道他就说了。他就说，看来这个习近平这个200斤麻袋，因为他自己说他扛200斤麻袋，10里挑担不换肩，对，没错。然后要和川普做一个生死豪赌了，就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讲了非常多了，他当然是说什么他赌习近平不敢川普不敢出兵台海，所以他可能用台海来做成一个整个侵略的目标，这是邓朴方讲的。但他讲的这个句话是重点在这里，你看他对于习近平的评价是什么？200斤麻袋，表示什么？他瞧不起习近平嘛？我当然是这样。因为邓小平他们家族可以说是中国，他们是国家级领导人。你的这个习仲勋是什么？副国级的领导，你跟我拼什么拼？所以来跟你讲，这些红二代假设真的这个对习近平做的他们觉得习近平做的太超过的时候呢，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个均衡的时候，可能就利用解放军的实力，借由这个解放军跟他叫板。好，宇轩，另外就刚刚讲到的，中国现在为什么让大家开始不满，很多的声音也出来的，就是
它的经济也太差了吧？差到我们刚刚讲，现在不是很多的省市，很多省市干嘛？我的这个债务非常高，我的钱发不出来，现在连警察的钱都发不出来，那公安的钱发不出来怎么办？我就隔州办案，也就是我今天是河北跑到河南，河南跑到山东，山东跑到这个江苏，大家这个跨区办案，跨区办案干嘛？抓人要钱。宝来哥，现在中国百废待举，但有一个行业呢非常兴盛，就叫做远洋捕捞。不过我们讲的呢不是捕鱼，是像这种检调司法单位警察远洋捕捞人。为什么？你仔细看哦，这个人叫邢彦军，他的公司呢明明开在哪里？开在北京，而且做的有声有色，做这种网络这种互动公司。结果我没有想到，突然间有一个人来敲门了。宝来哥，你猜猜看，哪里来的人？哪里来的？竟然是内蒙古的警察。哎，这差了1500公里耶！对，要坐飞机，各位要坐飞机到北京，然后说我要抓你，因为呢你涉及赌博罪，然后他就摸想说莫名其妙，结果人呢就这样被抓走了，而且被抓回内蒙古。对，抓回内蒙古哦，而且一开始还监禁哦，监禁拘留哦，到后来呢是他们的法院说，哎不行，你不能这样一直把人家无限期拘留下去，所以37天后说好，那放人，哎放人听起来很高兴，对不对？不是，结果他是另外的折磨开始，因为他变成是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叫子居。宝瑞，你知道这个子居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一般人是不是关在我们讲看守所里面，对不对？他说不是，好，你出来了，对不对？我指定一个房子，你就给我关在里面。指定房子，对，然后你住在里面，然后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所有人都不能知道你在哪里。但是你在这个房子里面，你一样要上手铐哦，没有审问，你一样要上手铐哦。然后一天3餐，我只给你吃馒头。就这样，然后连抵你，而且无限期。如果是指定居所的话，我们讲的无限期哦，他爱把你拘留多久就多久。所以宝杰，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人家说押人取供，不是，他是押人取财。反正我就压着你，我就说你有罪，我就看你什么时候要把这个钱吐出来。你如果不把这个钱吐出来，我就不放你走。结果没想到这个邢彦军，你知道最后怎么样吗？怎么样？他没有走，但他人走了。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指定居所，结果他人就走了。对，他是发现说在指定居所里面呢，人直接就往生了。我跟各位讲，所以说内蒙古我等于说跨了1500公里坐飞机抓这个人，我要的就是你的钱，要你把钱给弄出来。结果你不把钱弄出来，你的命竟然就没了。对，要钱要命，自己选一个，我直接逼到你人走。我跟你讲，他一定有用暴力施打，为什么？因为他关在那个小房间，根本暗无天日，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啊，对不对？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说我在里面，然后莫名其妙，要么你说轻生，但他手都绑起来，怎么轻生？会不会是我们讲活生生就是这样逼他说每天都照三餐修理他？所以你说我内蒙古的公安没有钱，我就选择一个肥羊，这个肥羊是我内蒙古的人没错，可是你现在在北京做生意，我需要跑到北京把你抓回来，把你搞死掉对嘛？你要吐钱出来啊！因为我跟你讲，现在他们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的我们讲有危险，为什么？因为过去他们仰赖的是房地产啊，房地产一直在涨，我光土地出售我就赚了不少钱，但现在没有啦，房地产中国也垮掉啦，那垮掉的状况怎么办呢？就只好想尽办法从企业身上去榨钱，而且我跟你讲，不只是这个我们讲的邢彦军而已，你看哦，另外一个呢，同样在这个我们讲的，在这个所谓的石家庄，河北石家庄，你看他的罪名，你觉得非常怪，他叫做寻衅滋事。换言之，什么叫寻衅滋事？也不知道，反正莫名其妙，人也是带到子居去，带到子居去之后，一样就是跟你要钱要命，就莫名其妙，人就在里面没了。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甚至有这种录音档出来，录音档出来呢，这个相关的这种警察，你知道他们讲什么？他们说，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就最好的就是找企业，找企业呢怎么处理呢？因为他们只要有一点小毛病，我们就把它无限放大，无限放大。那无限放大之后呢，变成就是他如果不把钱吐出来，我就搞到他整间公司家破人亡。所以你看，在山东里面的一个官员就这样，而且他威胁说什么？说山东威胁河北。说你这家公司，你有涉及到传销哦，传销是违法的哦。你如果呢不给我们钱的话呢，我就把你处理掉。结果你看这个公司比较认赔。他就说好吧，那我就2500万缴一缴，当做没有事情。甚至我们讲的广东跑到我们讲北上900公里，到武汉一样，他一样威胁说什么？说哎呀，我怀疑你这家公司有问题。人家这个公司你知道他员工多少人吗？1600人呢。就他跑到这边开口，狮子大开口，就跟你说来，我要3亿，你如果不给我3亿的话，我就把你账户冻结，我就让你公司经营不下去。而且我觉得他们河北有一个办案人员讲的让我毛骨悚然。他怎么讲？他说：“你当老虎饿肚子的时候，你觉得羊有什么下场？讲白了，我要去扶持一个企业，我没那个本事，可是我要搞垮一个企业，那太简单了。而且宝哥不是一般，我就要搞垮你，给你威胁。一般的不是它是2级了。现在中国地方政府2级了嘛，所以他们到处都在进行这种商业远洋捕捞。他们其实有一个专有名词，说连《纽约时报》都报道远洋捕捞。”
凸显了中国地方财政困境。他们这叫做逐利性执法。宝哥，你知道事情闹到什么地步吗？连中央政治局都下令说，你们不要再搞这种逐利性执法，因为再搞下去，真的中国企业都要被他们搞垮了。